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已经到了马云在波尔多买的酒庄。我们现在在去波尔图的路上，今天大概要行驶将近200公里。法国是对房车旅行者非常友好的一个国家，但是我们在法国呢就很不喜欢去它的大城市。在法国大城市经常会听说这个房车被撬了，甚至是被偷。开始看到葡萄园了，预示着我们很快就要到波尔多了。我们终于开了200多公里，要到达目的地了。现在天色已晚，寻找今天晚上的露营地是当务之急。我本来以为波尔多地区应该是很富裕的地区，但是你看它附近的这村镇，看起来这些房子也是旧旧的，甚至是有一点破破的。看起来不像是富裕的地区，觉得他们的房子都没有好好的维修，这个就不像是在德国农村了，它的这个农村的房子是修得很漂亮的。所以看起来是到了一个村庄，它的多深呢？这个停车位看起来非常不错，在半山上，前面就是一条江水，视野非常的宽广。我正高兴着呢，但是回头一看，发现这里是一个墓地，这里雾气茫茫，而且呢也没有其他的房车邻居，我心里感觉总是有点不踏实。所以最后本尼还是听我的意见，我们离开了这个墓地边上的停车位。都开始拉黑，本尼笑话我，他说我心里有点害怕。本尼是完全不在意的，他觉得那个位置挺清静。现在我们来到另一个村庄，这里看起来就绿树成荫，颜色非常的鲜艳，看起来就非常的明媚，就是我所喜欢的风格。所以我们就决定在这个村庄里面过夜。现在这个停车位我就挺喜欢的，这是村里面的体育中心。这个体育中心一般有大的停车位，这里比较舒服。本尼是觉得这个在村里面他不喜欢，他喜欢看河边，但是这个就跟我很不一样了。这个停车场就在村子的边上，这边的这个停车费也只要5欧元，加水的话2欧元。自动缴款机。这里已经是傍晚了，也没有人运动，其实也非常的安静。昨天第一次在法国波尔多度过了一个安静的夜晚。今天已经是中午12点半了，但是呢一直是大雾的天气。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想行动了。我们呢现在想去找马云在波尔多买的酒庄，还有呢小燕子赵薇她的酒庄也离马云的酒庄其实不远。据说现在马云的酒庄还是保留着的。小燕子呢其实她的那个酒庄已经出售给了一个希腊人。这里是波尔多典型的一个小酒庄的样子。这就是酒庄的招牌橡木桶，橡木桶边上就是他们成片的葡萄园。Biegen Sie im Kreisverkehr rechts ab über die erste Ausfahrt。前面这个桥就很难判断我们的车子能不能开得过去。现在我来指挥本尼过桥洞，本尼必须走在桥洞的最中间，他才能够安全的通过，因为桥洞两边的位置太低了。本尼开得很稳，他刚刚好从桥洞的中间通过。
这个地方就是进入马云酒庄的路，但是呢，不准我们直接开进去。我们呢，现在要绕着它这个酒庄。我们跟着导航，不知不觉地走到了马云庄园的后院。后院平常是不让游客参观的，所以呢，我们也是很幸运，看到了马云自己在葡萄酒庄的私人住宅。这就是他家围栏外面的样子。这个右边应该就是其他酒庄的这个葡萄园。他这酒庄啊，在第一处全部被这个围栏挡住了。我们只有爬上这个坡啊，才能看得到马云的私家酒庄。我们为了拍照啊，就爬上了这个山坡。这个坡呢，比他家的酒庄要高一点，可以到这里来看一下。哇，太美了！马云的酒庄面积真的太大了，我们绕着他的酒庄都开了好久的车。哇，他这个太壮观了，他这个葡萄园。现在是旅行淡季，所以呢也没有其他的游客。啊，太棒了，这里可以停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波尔多的索尔斯堡，这里呢有一座特别的酒庄，就是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在波尔多买的葡萄酒庄，名字叫 Mas Salzburg。本来呢我们来之前呢想在网上预约，看能不能在酒庄参观的，但是呢很遗憾没有预约到。那我们现在呢找到了这旁边的一个停车场。车停下来了，然后呢，我们自己在这边继续探索，看看能有什么新发现。这里就是他们这个葡萄园的入口。现在呀，我就找到了这个酒庄的入口了。在这前面呢，有一个牌子，用中文写着"欢迎"。这里就是酒庄的入口，它这个牌子上也写了酒庄的名字和欢迎。但是呢，它的大门是关着的，所以我现在就理解了为什么我在网上预约参观就是没有成功，因为现在已经没有这个游客参观的项目了。看起来啊，里面也是空无一人。这里呀，像是一个马场，非常的空旷，而且这明显看得到这是精心维护的。你看这个栏杆的颜色都很漂亮。这里有另外一个小门。这边上呢，当然全部都是葡萄园了。哇，还有好多鸟在飞哟！这边的生态环境真好。马云是在2016年购买了这家酒庄，酒庄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世纪。后来，马云又陆续购入了另外2个酒庄，盖瑞酒庄和佩伦酒庄，总共酒庄的占地面积大约200公顷。马云的这座苏尔斯酒庄生产红葡萄酒、白葡萄酒以及桃红葡萄酒，酒庄占地大约85公顷，其中包括葡萄园和其他设施。现在我们走了个正方形的第2边，本来想从这里过去，因为对面看到一个像他们卖酒的一个建筑，但是呢，后面这条路是禁止通行的，所以我们继续要找路往前走。马云在波尔多收购了酒庄以后，引起了公众对波尔多产区的关注，尤其是中国消费者的关注，进一步提升了波尔多葡萄酒在中国以及在亚洲市场的地位。现在是农闲时节，这边的大楼没有什么工作人员，这里是运送葡萄酒的架子。我们也只能说绕着大楼走一圈。
刚刚啊，我们收到了另外一个酒庄，就是小燕子她那个酒庄的回信。她那里的那个导游服务呢，已经预约到明年的1月份了，所以我们预约不到导游服务了。但是呢，我们可以作为散客自由的在酒庄去参观。因为它的酒庄啊，离马云的酒庄其实不远，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准备到那里去看一看。从马云的多尔斯酒庄去小燕子的梦龙酒庄，中间的距离是12公里。其实呢，他们两个的酒庄是隔河相望，中间的河叫多尔河。马云的酒庄在多尔河的右岸，而小燕子的梦龙酒庄在多尔河的左岸。右岸是这样的大片的葡萄园种植区。马云的酒庄占地200公顷，它以面积特别大而著称。但是呢，赵薇选择的梦龙酒庄位于波尔多的圣埃美隆产区，而圣埃美隆地区在199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，以其悠久的葡萄种植和酿酒传统而闻名。我们进入了圣埃美隆产区，明显的就感觉这边的氛围不一样。这不知道是什么品牌的红酒做的一个巨大的广告。进入圣埃美隆世界物质文化遗产的葡萄园，整个的感觉这边的种植区更加的精美，带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。这一大片汽车行走的地方全都是世界无质文化遗产的葡萄园，小燕子的葡萄园就是在这物质文化遗产园之中。现在就进入了梦龙酒庄的区域。梦龙酒庄占地约7公顷，它不是很大，但是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7世纪。这里就是梦龙酒庄的一个牌子。不知道它这里是不是就是卖酒的地方，可是现在也关门了。哦，这里是梦龙酒庄，但是这都关门了。这应该是他们接待参观卖酒的地方。这个小燕子的酒庄不大，我看它周围是葡萄园，然后呢，左边就是葡萄酒的销售区，紧接着这里就是他们自己住家的地方。据说哈，赵薇在国内有问题的时候哈，有一段时间他就跑到这个地方来避风头，就住在这栋房子里面的。我现在找到了这个梦龙酒庄，就是小燕子赵薇在波尔多买的酒庄。不过呢，这个地方是庭院深深深似海呀，是关门闭户的。这是他家的后院的样子。这附近哈，就是特别漂亮的葡萄园种植区。可以说这里除了种葡萄啊，它就没有其他的了。从规模上看哈，赵薇这个酒庄啊，就比马云那个酒庄规模小多了。还这里做生意吗？这里有木炭烤全羊的架子。你看这个地方还有做烧烤的，那可能夏天的时候哈，这里还要接待客人的。我们再次回到酒庄的前院，本来这里是接待顾客的参观的地方或者买酒的地方，但是呢，很遗憾，这里还是没有发现有工作人员。我们带着稍许的遗憾离开了小燕子的梦龙酒庄。我们发现在小燕子的梦龙酒庄的后面有一个像城堡一样的酒庄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是想顺便到那里去参观一下。Hat nicht verboten，看起来这个地方是没有禁止驶入的，可以开过去。哎，
这座酒庄就特别符合我们对波尔多酒庄的想象，就是在大片的葡萄园的中间有一座像城堡一样的古老的房子。现在是11月份了，这些酒庄啊全部都没有那个游客服务了，也没有葡萄酒品尝的活动。很幸运的是，本尼联系到了一个小葡萄园酒庄。我们现在就穿行在葡萄园里面，特别的漂亮。本尼呢就非常想今天去哪一个葡萄园啊品尝葡萄酒。刚刚啊，他就在 Google 地图上搜到了一家可以品尝葡萄酒的酒庄，而且呢，意外的惊喜是啊，那个葡萄酒酒庄还允许1个晚上的露营过夜啊，这也太好了。等会儿在那边喝了酒以后，也就不用开车了，我们可以住在那个葡萄酒庄里。Ja, welcome. Sie haben Ihren Zielort erreicht. Platz. Da hast du. Wo ist die Rezeption?这是套吗？这个位置好啊，宽敞的很。酒庄老板欢迎我们的到来，并且邀请我们参加晚上的品酒会。品酒会的费用是每个顾客10欧元。太好了！刚刚那个酒庄的老板说哈，晚上6点半的时候，大家聚在一起尝那个葡萄酒，而且呢，喝了以后，我们今天晚上也不用再继续开车了。这个地方太好了，停车位置又宽敞又绿茵茵的，而且旁边呢就是葡萄。本尼很享受这个夕阳西下，坐在院子里看看手机，吃东西。我再给他锦上添花，给他送杯啤酒去。这就是晚上品酒的地方，有4个顾客。Alors, puisqu'on attend qu'ils arrivent.Je veux tout d'abord me présenter, donc je m'appelle 酒庄主 Benoît. 人介绍，他们这是4人酒庄，他是酒庄第4代传人。Génération créée par mes grands-parents, Antonio Subra. Je m'excuse, hein, de la Suisse. Pas de souci. Werde ich mich zunächst vorstellen. Mein Name ist Benoit. Ich bin seit 4 Generationen Winzer in Senac auf einem Familienanwesen. Prost. Prost, salut. Salut. Zombolante aussi. À la vôtre, santé. Merci beaucoup d'être venu me rendre visite. 我问酒庄老板，因为最近法国带头制裁中国的电动汽车，中国反制法国提高了红酒的关税，我想问他有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。老板说，他们短期内还没有看到这件事情对他们的影响。因为另外一对夫妻是瑞士人，他们也明白德语，所以呢，老板把他的法语翻译成德语，然后用扩音器放出来，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流方式。今天晚上我们总共尝试了3种酒：白葡萄酒、玫瑰酒和红葡萄酒。我喜欢它的白葡萄酒。玫瑰酒也还可以，但是红葡萄酒对于我来说口味就太强烈了。结束了愉快的品酒会，我们买了它的3种酒。酒庄距离波尔多有12公里，我们明天将骑自行车参观波尔多，敬请期待下一个视频。谢谢收看，欢迎点赞、评论加分享。